咦，都在啊。魏无羡睁开眼，发现自己又成了被围观的对象。江澄、江厌离、绵绵、温宁、温情5个人把他围成了一个圈。江厌离按住魏无羡不安分的手，轻声道：“别乱动，扎着针呢，小心回血。”哦，魏无羡这才觉察到手背麻麻的，乖乖不动，怎么了这是？他问。早饭没吃，低血糖，晕倒了。绵绵回答道。魏无羡想了想，确实是，蓝湛这几天出差不在家，他一个人在家待着就没胃口，没了蓝忘机这个人工闹钟在身边抱着，睡眠也受了影响，这不早上就睡迟了吗？连吐司都没啃上几口就出门了。低血糖而已，也不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吧？江澄，你能不能别走来走去，晃得我头晕？魏无羡道。他能感觉到屋里的气氛有点凝重，尤其江澄，从他睁眼开始就在病房里来回走，似乎很是烦躁又无处发泄。魏无羡，你还真是一天都不给我安生啊！啊！江澄指着床上一脸懵的魏无羡，想骂又不能骂，硬生生憋着，最后又继续来回走。到底怎么了？我不就是低血糖晕倒了吗？又不是什么大病，怎么就送医院了？温宁，你什么情况？不会撂下一大剧组的人把我搞来医院了吧？我身上这点毛病你还不清楚吗？给我吃颗糖就能解决的事情，怎么上了医院呢？温宁抿着嘴朝魏无羡摇了摇头，意思是这回不是一颗糖就能解决的，脸上还有自责之色。剧组那边我已经请好假了，绵绵说道。请什么假？我现在就能回去了。魏无羡二话不说就要下床，被温情按回去了。你现在最好老实在床上待着，肚子里的孩子还不稳定，再乱跑不要命了。温情道。啊？什么孩子？你肚子里现在有一个宝宝，5周了，懂了？真的？魏无羡一下子乖了下来，将信将疑的把没扎针的左手附到小腹上，那里什么变化都没有，可是现在有人告诉他，里面住了一个宝宝，他和蓝湛的宝宝。我看你的低血糖也不只是因为今天这顿早饭没吃，这几天恐怕没少瞎折腾吧？送过来的时候都出血了，先兆流产，剧组呢别想回了，这几天连床都别想下，乖乖留院观察。阿宁，你跟我去取药。温情说完就拎着温宁出了病房。魏无羡算是把情况弄明白了，原来她是怀孕了呀，这就意味着再过几个月他和蓝湛就会拥有一个只属于他们2人的小团子了呀。他把被子拉过来护住了小腹，又拿手小心地附上去。蓝湛呢？他抬头问道。这么大的惊喜一定要亲口告诉他才对，估计现在在往回赶的飞机上了。江澄答道，走到床边坐了下来，看魏无羡一脸的幸福开心，觉得有必要提醒他一些东西。魏无羡，你要留下这个孩子？魏无羡被他问得一愣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江澄。江澄问得太直白，魏无羡明显不喜欢这个问题，回答的语气里也冲了起来。江厌离一看情况不对，这2兄弟一言不合就打架的相处模式他早就摸透了，这简单的一问一答里，他似乎又闻到了火药味，于是连忙介入道，阿羡，阿成的意思是，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并不适合孕育一个孩子，之前不是答应了姐姐要好好调养的吗？现在身体还没恢复好就有了孩子，怕你会受不住。阿姐，我没事，我都养了这么多年了，早就全好了，你们别把我当瓷娃娃一样对待。这个孩子我是一定要留下来的。魏无羡坚定道。5年前，一手遮天的温氏集团还没有破产之前，4大家族与其之间的关系早已水火不容，明面上与温氏和平相处，私下里却已经达成联盟，各自联手收集击垮温氏的证据。彼时江家落难，江澄需要操持内部事宜，魏无羡便负责与黑道上的人周旋。温氏能一手遮天的原因在于其在黑白2道各个权力阶层都有同伙，利益链极其复杂。魏无羡原本难以打入内部，结果却被温氏的2世祖温潮阴差阳错地绑到了其中一个地下组织。当然温潮的本意是想让这群黑道上的人玩死他，结果魏无羡不仅没被玩死，反而反客为主收了一群小弟，顺道把温氏在黑道上的利益链摸了个清楚，最后浓缩成法庭上一块小小的 U 盘，而 U 盘里的内容足够让温氏8辈子都翻不了身。他在那里待了将近1年，
为了获取信任伤身的事情没少干过，大病小病积少成多。温氏集团破灭之时，魏无羡的身体也已经不堪重负，之后1年多的时间几乎没离开过病床。而他重病那段时期，蓝氏的二公子蓝忘机，这个在旁人看来对魏无羡极其嫌弃的蓝二公子，却抛下了一切家族事务，日日守在魏无羡身边照顾他，在外人面前依旧是清冷孤高，不多说一句话。只有魏无羡知道，蓝忘机与他独处时有多温柔可爱。后来，蓝氏的长辈见蓝忘机是动了真情，虽对魏无羡往日混世魔王的形象不甚喜欢，但是也没做出棒打鸳鸯的事情来，便默许了。至于江家，江澄也没表现出多喜欢蓝忘机，但是奈何魏无羡喜欢啦。病号最大，他还能说什么？江澄一看他那副满眼满心蓝忘机的模样就头疼，揉了揉眉心道：魏无羡，你就算再喜欢蓝湛，也应该为自己的身体考虑考虑吧。医生之前叮嘱的话，在你这都变成彩虹糖，左耳进右耳出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一说起糖，我现在就挺想吃的。魏无羡避开这个话题，转头朝江厌离撒起娇来。江厌离原本就宠这两兄弟，魏无羡病了以后，这宠爱的天平一度往他这边严重倾斜，几乎是有求必应了。好好好，等阿羡好了，姐姐就给你买糖吃，好不好？江厌离点头答应。魏无羡在他面前好像真的只是3岁的孩子。阿姐你就惯着他。江澄道。魏婴原本还以为要斗上几句嘴，结果蓝忘机突然就出现了。他身上的白色衬衫领子有些歪了，风纪扣破天荒的没有被扣起来，头发看起来也没有好好整理，居然就让刘海随意耷拉着，被风一吹成中分了。不过在魏无羡眼里，中分的蓝二哥哥也是这么好看迷人呢。江澄一看，呵，原来一丝不苟的蓝湛也有这般随性着急的时候。他心里清楚，他给蓝湛打电话时时差原因，那里应该是凌晨，想都不用想，应该是一接到电话就买了机票赶回来。认识蓝忘机这么多年，也只有碰上魏无羡的事情，才会让他这般乱了分寸。二哥哥，魏无羡一改刚才的小心翼翼，大大的伸出2只手做了一个求抱抱的姿势，江厌离都来不及阻止，魏无羡右手手背就成功被他自己弄到回穴了。蓝忘机快步走过去，一把把他揽怀里了，头搁在魏无羡肩膀轻柔的蹭了又蹭，又在他耳朵边落下几吻，按捺着担忧问：你怎么了？不舒服怎么不和我说？魏无羡很享受被他搂在怀里的感觉，尚还沉浸在这种充实的温暖里，搂着他的背，声音里带着点鼻音，懒懒的，却也听得出语气里的兴奋。蓝湛，你要当父亲了。蓝忘机停下亲昵的动作，望着他。魏无羡就去抓他的手，慢慢的附到小腹上，道：我们有宝宝了，就在这里。蓝忘机凝视着魏无羡憔悴苍白的脸色，再去感知薄被下的温度，他能感觉到的，只有魏无羡拉着他的冒着冷汗的冰凉手心。须臾，蓝忘机触电般的抽回手，魏无羡的手背已经肿起来了，倒流出来的血丝染红了雪白的薄被，看着既诡异又违和。